8月份，中俄等5国将办一件大事，或推出共同货币，彻底抛弃美元。美国到时候想阻止已经晚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开门见山，俄乌冲突打了1年多，去美元化的浪潮也在国际上卷了1年多。但最近关于去美元化的消息似乎已经不常见到了。一方面，可能是俄乌冲突打得有点激烈，再加上中美博弈的升温，吸引了外界大部分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现实下，当前去美元化的实际应用远没有网上口号喊得那么响。但是转折点马上就要来了。今年8月份，金砖组织内的中国、俄罗斯等一共5个国家将办一件大事，如果办得好，将给国际去美元化带来极大的助力，甚至进一步加速对美元的抛弃。这一点毫不夸张。据香港《亚洲时报》报道称，在8月份的金砖峰会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5国将建立一个共同货币来替代美元的用途，确保不会因为美国制裁而影响到本国的经济。这意味着金砖成员国将正式组成金砖货币联盟，来挑战美元霸权对国际的主导权。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之前可能是中俄之间选择用人民币或卢布来贸易结算，或者是中国和巴西选择用本国货币来结算，这是去美元化的一种，但没办法成体系与美元对抗。而一旦金砖货币联盟成立，就将是世界南方国家在货币联盟的带领下对美元发起冲击。当然，说实话，去美元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从2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后来的美元石油绑定体系，美国为了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真是没少下功夫。再加上美国全球第一的海军实力，确保了美元稳坐国际第一货币的宝座。看着美国现在还在嘴硬，就知道了。前段时间，巴西总统卢拉当着美国财长耶伦的面谈论去美元化的议题。耶伦是这么说的：去美元化不现实，因为美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新的货币来取代美元几十年的主导地位。很显然，即使在美债才取消了债务上限，美元信用下滑的今天，美国仍然自大地认为世界上没有国家和组织能够捍卫美元的世界地位。但美国可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今天的国际形势。这次金砖组织想建立共同货币，其实并不是中国带头的，而是俄罗斯。俄乌冲突到如今可以看出，俄罗斯早就不满美国的霸权主义了。而且共同货币这事儿，其实从4月份就有消息放出来了。这2个月，金砖国家一直在商量这事儿，目前大概率是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了。而且在我看来，美国有点自信过头了。金砖5国搞共同货币这事儿，其实大有可为。首先，在金砖国家内部抛弃美元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有中国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金砖能自给自足全部的进口费用。去年1年，金砖就实现了38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次，金砖组织成员国虽然只有5个，但地理位置多样，意味着可以全种类商品自给自足。最后，无论俄罗斯、中国、南非、巴西、印度哪一个拉出来，不是地区大国，都是各自地区重量级的存在，国际贸易根本没法避开。说白了，时代变了，美国的制裁没那么好用了。基于这么几点，只要8月份的金砖峰会上，中俄等5个国家真的推出了共同货币，美国到时候再后悔就已经晚了。想阻止金砖国家抛弃美元也来不及了。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